吃完饭他就匆忙地回到镇上，看着自家2艘船远航，他这才回了收购站。东哥，准备一下，后天咱走吧。这么急？不急不行啊，我12号还得回来，时间太紧了。原本想着这辈子弄点钱，然后过得更惬一些，但想想现在到年尾的事，奶奶的，咋感觉家业越大，事情越多呢？得知老爹在镇上，他又跑过去和老爹说了一声，顺便看了看妹子。这么些天养下来，小妍妍面上越发的白嫩起来，摸起来特别舒服，还会伸舌头吐泡泡。爹，这正常吗？问了医生，说注意，要是口腔没溃疡，能正常吃奶就是正常的。恰在此时，虎头蹑手蹑脚的走了进来，看到林浩多少有些惧意。林鑫叫二哥。林安国提醒了一句，虎头才喃喃的喊了一声二哥。林浩笑了笑，多少还是有些芥蒂的。要是这小子长大，知道原本他的家是他老娘和自己这个二哥毁的，不知道他会怎么想。当然，他也不会区别对待虎头，而且据自己了解，这小子的性子和其乳名有点像。要说往后这小子能有多少的心机和自己作对，林浩是如何不相信的。回到家之后，对于他再次出远门，陈雪倒没说什么，只是提醒吴婶多给他备一点厚衣服，说那边气候偏冷。转眼之间便到了出发的日子，这次时间紧，林浩和陈东2人到了京城后，并没有过多的逗留，加上语法科，3人乘坐飞机直飞的旧金山。韩叔，又麻烦您了。韩顺平的庄园内，林浩笑着打招呼：你要是来这里不麻烦我，看我不撵回国内找你小子。韩顺平佯作生气，又看向陈东：这位小朋友是你大舅子吧？林浩结婚，韩顺平过去见过陈东一面，陈东也不是内敛的性子，上前鞠躬问好：您老好，我叫陈东，您叫我阿东就行。好好好，都是家里人，进屋坐吧。次日一早，韩顺平知道这一行林浩的时间很紧，还把自己的私人飞机借给了他。本想着育空地区的条件不好，想着让自己大舅哥跟着阿珂后边，但陈东非要跟着他一起过去看看。坐在私人飞机上，陈东这里瞧瞧，那里摸摸。阿浩，这玩意真不错，多少钱一架？这架湾流 G200有几年了？韩叔是99年购入的，当时应该要2000多万吧？人民币？废话，当然是美刀。我天啊，那也是1个多亿啊！啧，这玩意就是钱叠起来的。林浩想了想，这个形容好像也没啥不对的。以他的目光来看，这架公务机说实话有点过时，而且这个品牌的主控方是小乙，有点小恐怖。他倒是更喜欢川普的那架私人飞机，但造价太贵了，近1个亿美刀的价格，现在的他还是很肉疼的。育空地区淘金基地里，江彬正在发脾气，他的性子有些古怪，但其实一直很内敛，不怎么容易与人起冲突的。这几天他的情绪很不稳定，就连老朱也被他吼过2回，整个基地没有被他说过的，估计只剩下吴兴了。干个毛！1天时间，你们损坏了2个铲斗，说说你们能挖多少金子购买2个铲斗的钱吗？他这一发火，所有人的双耳自动屏蔽，没办法，人家是技术工种，得罪不起。那个江哥，我的卡车又打不着火了。二师兄刘金小心翼翼地说着，说完就等着狂风暴雨的降临。果然，江彬更为火大。天冷冻着了，你问我有个屁办法。晚上睡觉你知道自己冷盖被子，就没想到你的卡车会冷啊。都跟你们说了，24小轮周转，你们为啥还让卡车停了？刘金特委屈，也就刚刚停了加油，顺便检查一下，结果就打不着火了。要说打架，他一人能打江彬10个，但这会被江彬训得跟孙子一样，他愣是一声不敢吭。之所以火气大，也是因为江彬有挺长时间没正经睡过觉了。淘金的人员可以2班倒，但维修员就他一个顶事的。这几天经常是他刚躺下想密会，下一刻机器停了，他又得起来。再好脾气的人也经不得这么熬的，但怒归怒，问题还得解决的，所以大家就看江彬一个典型的齐鲁汉子，一边解决问题，一边嘴不怂的碎碎念，跟家里的婆娘好像也没啥区别。这样不行啊，朱哥，阿浩说他啥时候来了吗？吴兴取下帽子，手在头上挠了挠稀疏的头发，应该有半个月没洗头了，养着呢。老朱把手缩在袖笼里，不时还跺2下脚。这破天比俺们齐鲁那块还冷，奶奶的，这还没到10月份呢，就下了3场雪。阿浩之前来过电话，应该就这几天吧。我看明天他再不到，我们就先停了吧。这样的损耗确实没啥赚头了。老朱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缓缓点点头。再熬把小江得熬坏了，且准备的土料也差不多耗尽了，现在再开挖新土料根本不可能。没一会到了饭点，大家也不敢停机器，只能是换班着来吃。正在吃的时候，一辆皮卡开到了基地，凯恩打开门跳了下来，看着机器还想着，他摇了摇头，走到吴兴的面前。乔伊呢？2人听不懂英文，只得把阮成拉过来当翻译。五叔，凯文问乔伊呢？老朱没忍住轻哼一声，那老小子倒是会享受，下第1场雪时就跑了。凯恩自然不会去指责某人偷没偷懒，他只是个外人，但出于对林浩的感激，他还是建议道：今年的淘金季已经结束了，你们不能再这么强行干下去。谢谢你凯恩，
我们就想着明天就停了。见他们听劝，凯恩笑了笑，招手让人帮忙，将自己带来的一只驯鹿给卸了下来。这是我自己猎的，你们留着吃。老朱嘴上不饶人的嘀咕了一句，一股子骚味，有啥好吃的？驯鹿肉的口感确实不敢恭维，如果晒成干再撒点辣椒面还行，如果鲜食的话，比猪肉的口感都差远了。吴兴倒是再度感谢了一句。凯恩正打算要离开，就见又一辆皮卡车脏不拉几的开了过来，到了地方停稳，车门打开，林浩从副驾驶位跳了下来，见到是他，大家齐齐围了过来。阿浩，你终于来了。林，好久没见，太让我想念了。说着，凯恩还上前拥抱了他一下。凯恩，你好像又胖了一圈，这可不是好现象。不，林，这句话让我太伤心了。知道林浩来肯定有的忙，凯恩更不好久留了，再度招呼过后便开车离开了。这回陈东才咬着牙下了车，刚下来，然后他就感觉寒气扑面，然后不停地往自己骨头缝里钻，也就一会功夫，全身上下就跟没穿衣服一样。在安克雷奇，他可是听林浩的话，准备了帽子、围巾、手套还有毛衣、羽绒服之类的，但这回感觉还是不够用。开车带他们来的是莉迪亚，这姑娘倒像是没啥事。情况怎么样？林浩刚问完，就听到身后传来牙齿打架的声音，他扭头咧嘴笑了笑。先进屋吧，里面暖和。陈东不由分说地跑进了其中一个集装箱内，里面确实不错，不仅有供暖的炉子，就连集装箱里还加了保暖层。林浩没有急着进去，土料该冻住了才对。老朱指着远处一个土堆解释道，听从老吴的建议，8月份我们停了半个月没有淘洗，没日没夜的准备土料，现在淘洗的都是我们之前挖出的土料，虽也有冻结的现象，但并不结实。林浩微微点头，抬手看了一眼手表，再干2个小时停工吧。今年我们到此为止，整理好后跟我回家好好休息，来年我们再战。老朱和老吴早已有了决定，但想到马上停机，又生出一丝不舍来。小师弟，你来了。林浩看着眼前的大师兄王家生，这家伙比之前瘦了一些，这回蓬头垢面的，与之前的世外高人形象简直是判若两人。大师兄，让你受苦了。这说的是啥话？你先跟吴叔、朱叔聊着，我在填位土料呢。王家生打了个招呼，便重新回到了岗位忙碌。林浩没有进屋，老朱带着告状的语气道：“那个叫乔伊的，一下雪就跑得没影了。阿浩，老外就是不可信，太懒了。”说完又觉得这话打击面太广，补充道：“阿诺这孩子还是不错的，能吃苦。”林浩笑着安抚：“朱叔，这矿场之前就是乔伊的，他自己当老板时比现在还懒散呢。不过这活确实不行，今年的奖金他就别想了。怪不得这么好的一个矿场给他干黄了。”